Hi， 大家好，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。喺呢度咧，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先。新嘅一年咧，有新嘅問題，包括有聯儲局同埋利率、通貨膨脹同埋經濟不確定性、財政政策、關稅同埋減稅、就業嘅市場、股票同埋金融市場等，都對黃金版有直接嘅影響嘅。市場對金融、股市、黃金版喺2025年嘅預測咧，都係十分保守嘅。究竟佢哋講乜嘢呢？事不宜遲，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5年1.1期嘅金銀週報。迎接2025年呢，彭博社整理咗嚟自50多家領先金融機構嘅700多個電話通話作分析同埋比較，其中發現一系列主題呢達成不尋常嘅共識。幾乎所有機構都警告投資者，不要像1年前咁樣期望呢明年嘅股票報酬會超過20%。華爾街對黃金能否繼續閃耀呢存在分歧，但認為黃金係應對不可預測嘅宏觀背景嘅良好對沖工具。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顯示，聯儲局喺1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機率咧為 88.8%， 減息0.25厘嘅機會咧為 10%。到明年3月維持當前嘅利率不變咧，機率為 53.3%。過去個星期節日氣氛仍然濃厚嘅，大市變動不大。美匯指數升0.89，報108.93；道指跌260點，報42,732點；標指跌28點，報5,942點；納指跌101點，報19,621點；黃金升19美元，報2,636美元；白銀升0.24美元，報29.66美元。但大家要注意，同上個禮拜一樣，黃金版嘅調整咧尚未結束。穆迪分析首席經濟學家 Mark 表示，高收入家庭咧係冇財務嘅問題嘅，但收入最低層嘅1/3消費者咧已經耗盡資金啦。佢更表示，低收入家庭嘅儲蓄率已經跌至0。消費者信用研究公司 Wallet Hub 亦指出，目前美國人嘅消費能力咧已明顯轉弱，過期嘅還款率表明未來前景更加困難。特別係明年特朗普政府將提高關稅，可能會重新推高通脹同埋利率。美國第3大信用卡貸款機構 Capital One 最近表示，截至11月咧，其年度化信用卡撇帳率咧，即其總貸款中被標記為不可追回嘅比例，達到 6.1%， 高於1年前嘅 5.2%。根據 BankWeb Data 整理嘅行業數據，美國信用卡貸款機構喺今年首9個月內咧，撇帳咗460億美元嚴重逾期嘅貸款餘額，比去年同期增加咗 50%， 並創下14年嚟咧最高嘅水平。呢種現象咧加劇咗美國經濟嘅失衡，亦恐釀成咧更大嘅危機。上星期咧，財政部耶倫警告國會，除非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，否則聯邦政府最早喺1月14號咧就達到債務上限啦。一旦美國達到債務上限，政府咧就無法再借錢。從技術上講，政府將違約添，從而咧無法支付呢個帳單。除非總統同埋國會協商出一種解決借貸能力限制嘅方法。終於上個禮拜政府最終避免咗政府關門。國會辯論問題之一係增加甚至取消債務上限。特朗普本月似乎首次接受民主黨嘅論點，佢告訴 NBC 新聞，佢認為應該廢除債務上限。如果成真嘅話咧，咁美國政府借錢咧係冇上限啦。呢一集咧係2025年嘅第一集，喺呢度咧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給我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。你嘅支持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歡迎大家留言，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。仲有請大家留意，下星期11號咧，金銀週報咧將暫停一次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喺2024年咧，金價上漲咗27%。呢個係自2010年以嚟咧最佳嘅年度表現。
展望黃金未來喺2025年呢，呢個無疑呢係好有趣嘅。地緣政治嘅風險呢仍然係一個威脅，中東局勢仍然緊張，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局勢呢仍未接近解決。就喺昨日有傳言稱，即將上任嘅特朗普政府呢提出將烏克蘭推遲10年加入呢個北約嘅提議。呢個可以肯定呢唔會被呢個克里姆林宮接受嘅。任何了解呢個情況嘅人都知道，俄烏嘅衝突呢係唔會好快有改變嘅。全球央行係2024年金價上漲主要嘅動力之一，呢個應該會進一步提振貴金屬嘅需求嘅。另外，特朗普嘅政策嘅不確定性風險咧，增加以對關稅影響嘅擔憂。實際上咧，可能會提振對避險資產以及黃金嘅需求。上個禮拜金價似乎準備上升嘅，黃金喺2639美元附近遇到第一個關鍵嘅阻力區域，然後下跌並喺呢個2620美元附近收盤。總而言之，分析師有好大嘅程度上預計貴金屬將喺2025年咧進一步上漲嘅。就我個人而言咧，我也確實睇到上漲嘅潛力。不過我不排除咧喺價格實際突破前咧將進行更深層次嘅調整。呢張圖咧，我喺上集俾大家睇過啦。呢張圖咧係銀行同埋投行預測喺2025年嘅黃金價。為咗呢集嘅完整性，所以咧我再俾大家再睇一次。跟住落嚟咧就係各銀行同埋投行對白銀嘅預測。美國實際嘅殖利率下降同埋全球工業生產走強嘅推動下咧，白銀價格喺2025年咧將繼續攀升嘅。儘管白銀嘅價格咧難以與央行推動嘅黃金漲幅相匹配，但白銀價格咧喺2024年咧係上漲咗27%喎。但由於美國收益率上升、美元走強以及美國以外嘅增長擔憂，最近咧就失去動力啦。儘管有呢啲不利嘅因素，上期我提到喺2025年有4點支持白銀上升嘅原因嘅，大家可以再睇下呢張圖。另外咧，目前金銀比率咧係接近88.4，白銀係相對便宜嘅。上圖顯示各大行咧維持2025年白銀價格為32至40美元嘅目標。花旗銀行估計2025年咧係40美元嘅。摩根大通預測2025年係36美元。盛寶銀行話2025年咧係40美元。世界銀行估計2025年咧係32美元。瑞銀預測2025年咧為36至38美元。我一直講喺呢個經濟環境下咧，債務炸彈爆破、經濟衰退、股災同埋滯脹咧，最有可能喺2025年咧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。我預計黃金白銀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，但黃金白銀下跌咧只係短暫嘅，然後黃金咧就進入大牛市。我最近睇到 Capitoline 研究嘅 Chantelle 同埋瑞士投資老手 Schulhoff Consulting 負責人 Felix 對2025年嘅分析，同我所講咧係不謀而合嘅。Capitoline 研究嘅研究主管 Chantelle 最近表示，即使最近2個月咧令人失望嘅價格走勢進入新嘅一年，投資者也不應忘記2024年嘅表現。金價出現前所未有嘅上漲，創下1979年以嚟咧最佳嘅表現。Chantelle 補充話，佢嘅樂觀情緒咧受到內心嘅影響，因為佢預計目前嘅盤整階段將持續數月。佢表示，佢預計明年上半年金價將喺2500至2700美元之間交易，但預計下半年金價咧將超過3000美元嘅。佢解釋話，當特朗普提出嘅政策應該支持明年上半年嘅經濟增長嘅，但預計問題咧將捲土重來。自特朗普11月贏得總統大選以嚟咧，佢希望延長2017年嘅稅收抵免。佢曾威脅要對亞洲、美洲各國同埋歐盟咧徵收關稅。佢仲提議圍捕並驅逐數百萬嘅非法移民。最近咧也表達咗合併加拿大同埋格陵蘭島嘅願望。佢話特朗普提議做嘅每一件事咧都導致通脹嘅，
提高關稅同埋驅逐可能數百萬嘅低薪工人，將推高物價；減稅咧將加劇日益增長嘅赤字，從而加大通脹嘅壓力。Chantel 表示，呢種不確定性咧將繼續支持黃金避險嘅吸引力。由於全球嘅貿易同埋地緣政治不確定性，佢預計明年下半年經濟增長將放緩，同時咧佢預計通脹將維持喺3% 以上。佢話經濟衰退同埋通脹上升應該係黃金完美嘅環境嚟嘅。Chantel建議投資者喺投資組合中增持黃金，黃金投資組合中所佔嘅比例咧喺10% 左右，係有充分投資嘅理由嘅，並且應該考慮投資組合中咧持有5% 嘅版。瑞士投資老手 Schulhof Consulting 負責人被譽為先知型投資者，或稱股市嘅預言家。佢曾準確預測1987年美國嘅股災，日經指數會從39,000點歷史嘅高峰暴跌腰斬。10年前，佢率先指出亞洲國家將發生金融嘅危機。最近，佢指全球市場喺2025年咧將達到高峰，隨後咧將面臨一場嚴重嘅熊市，而黃金價格則可能喺短期內出現調整，但長期咧仍然睇漲嘅。Schulhof預測市場將在2025年之前咧經歷一波聖誕老人嘅漲潮，隨後標普500指數將出現15% 嘅修正，接住咧又出現歷史嘅新高，最終市場咧就嚟到關鍵嘅十字路口啦，進入痛苦嘅熊市開端。佢認為長期流動性嘅指標顯示市場將在2025年達到頂峰。Schulhof強調歐洲經濟正面臨結構性衰退嘅風險，而中國咧則在貿易策略上咧逐漸轉向其他國家，減少對美國嘅依賴。佢指出歐洲嘅脆弱性使其更易受到美國潛在關稅嘅衝擊。喺貨幣方面咧，Schulhof警告美元嘅升值咧恐令美國科技股受壓。佢估計咧美元被高估咗相當多，係大約15%至20%。咁美匯指數咧恐怕要跌穿90啦。跟住咧我一定要講，黃金咧會升至4000美元，白銀亦會升至100美元嘅。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，變幻才是永恆。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，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，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；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.com 請我飲咖啡嘅。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。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，歡迎大家留言，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。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